听说了吗？新娘子昨日全家被抄斩，今天就进了崔府的门。这连头七还没过就进门，果真是叛国贼，恬不知耻。崔家也不嫌晦气，可不敢瞎说，那可是皇上赐的婚，贵气得很呐。少爷，您可算是回来了，吉时已到，老爷夫人一直都在等着您拜堂呢。拜什么堂？这婚谁爱结谁结，老子身边早就家人相伴了。放肆！成何体统？圣上赐婚，岂容你口出狂言？速速完婚，莫再耽搁时辰。吉时到，一拜天地。夫人，少爷今夜大醉，怕是难以完成仪式。奴乃少爷贴身伴读之人，不如让奴替少爷拜堂。大胆！不过一条丧家之犬，竟敢在我崔府放肆！哼！来人，还不将心腹给我扣下！一个小厮敢带主子拜堂，我伤了他又如何？一介罪臣之女，圣上心软饶你一命，许你嫁入崔家。你这般是不把圣上放在眼里。我不过是罚了一个冲撞主母的小厮。夫君，你说对不对？住手！快放开崔琰，不然怎样？圣上赐婚，我与崔家本可相安无事，我也无意阻你寻欢作乐。可你偏要在大婚当日羞辱我，你说这手我该不该割？还敢狡辩！你作为心腹，当众伤人，忤逆长辈，按大梁律法该当何罪？那你诬陷我全家通敌叛国，致使沈家满门被灭，又该当何罪？你先别激动，沈家被抄斩和我无关啊！夫君怕什么？大婚第一天见红，最是吉利。娘，快救我！住手！沈昭宁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可是你爹娘的牌位。放下，放开崔琰，乖乖束手就擒。我勉强让这牌位入门，否则……沈昭宁，你敢？我为何不敢？倒是你们，再敢碰我爹娘牌位，我削的就不只是头发了。二拜高堂。夫君看起来站不起身了，那夫妻对拜就免了吧。少爷，您没事吧？你敢如此欺辱少爷，我杀了你！疯子，你就是个疯子！你个孽畜！太傅，今日时辰也不早了，长公主还在外候着，想必崔夫人也累了，不如太傅先与在下去前厅招待宾客。走吧，莫让长公主等急了。既然不入洞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快走！这人一言不合就要杀人。爹娘，委屈你们先在这儿待一晚。昭宁，累不累？要不要休息会儿？不累，我要当大将军，保护爹爹娘亲。好，等昭宁长大了，爹爹教你怎么做将军。你们放心，总有一日，昭宁会让沈家沉冤得雪。主子，沈小姐已经回房，东西都送到了吗？暗卫已经将吃食和衣物放在沈小姐床下。
加派些人手盯紧他，一旦崔太傅要动手，立刻来报。主子，您方才为什么要出手帮他？咱帮崔府安安插了那么多次眼线都失败了，这里正好有个现成的，若是他愿意与我们合作，岂不是皆大欢喜？小七，你记住，沈家人绝不可能通敌叛国，而他，也绝不可能向仇人低头。沈昭宁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少夫人，该去敬茶了。嬷嬷们不必害怕，我跟着去就是。怎么还没来？让一屋子长辈等他，好大的架子！姐姐许是昨晚睡迟了。来人，去催催少夫人，莫让人觉得崔府不懂规矩。何时敬茶？按祖制，新妇入门需下跪叩首，向尊长敬茶。少夫人请。少夫人，您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太傅，用茶。大胆！你已入崔家，还不改口，是想抗旨不尊吗？太傅，我这人没有认贼作父的习惯。这茶既然你们不想喝，那我便先喝了。沈昭宁，你是想反了不成？诸位都看见了，沈氏女言辞无状，忤逆父母。来人，把她给我拿下！天哪，他竟敢！不愧是沈将军的女儿。不错，准备充分，专门请了府兵来对付我。沈昭宁，你现在乖乖下跪改口敬茶，我还能勉为其难饶你一命。圣上赐婚留我一命，夫君方才那番话，是觉得圣上不该留，还是说崔家如今都可以替圣上做决定了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可没胡说。今天满堂宾客在此作证，要杀我是崔家的意思，还是太傅的意思？圣上赐的婚，崔家说不要就不要了。你到底想怎样？我只是解释了夫君的话而已。毕竟赐婚的第二日，心腹横死崔家，传出去也不好听。都给我退下！父亲，你给我闭嘴！但今日毕竟是家宴，你礼数未尽就这么走了，传出去，旁人以为我崔家心腹目无尊长。太傅想让我敬什么？你昨日那般胡闹，难道不该当众斟一杯酒，向眼儿谢罪？谢罪？哼，怎么不愿意？沈昭宁，你如今不过一介孤女，靠着嫁入崔家才能侥幸活下来。我们给你一口饭吃，给你片瓦遮身，你就该对我们感恩戴德。就是，心腹拿刀架在夫君脖子上，传出去，别人还以为这崔家是你沈昭宁说了算。少爷莫气，姐姐毕竟出身将门，不懂规矩，待日后奴家多教教姐姐，姐姐定然能好好服侍夫君。姐姐，请。不懂规矩，我看不懂规矩的分明是你这个贱婢。崔琰夜夜宿于春风楼，早就是京城人尽皆知的丑事，难道太傅也当置若罔闻？你给我住口！既然太傅让我谢罪，那我就当着大家的面好好谢。谢夫君整日寻花问柳，让我独享床榻，安然入睡。你，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酒也斟了，罪也谢了，不必夫君专门请人护送，我自会离开。夫人，老爷有令，从今日起，您就在这院子里好生思过，没有老爷的吩咐，不得踏出院门半步。好啊，日后若相安无事，我倒也乐得清静。好一个清静！既然你如此清心寡欲，那自是不必食人间烟火了。去，把门锁上，不许给他1粒米1杯水，我倒要看他能嚣张到几时。是夫人，小的这就去办。关门！
是你。沈小姐好记性，这把刀是沈将军留给你的，与你何干？倒是你，一直故弄玄虚，到现在还不肯报上名来。名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在崔家闹得天翻地覆，崔太傅恨你入骨，你就一点都不担心？担心什么？他们奈何不了我，定也不敢杀我。没想到沈小姐这么通透，倒让我这交易有些说不出口。什么交易？我又凭什么与你交易？你我二人有共同的敌人，我也想要崔太傅死。我们二人若是联手，可以事半功倍。条件呢？事成之后，我可以助你离开崔家。成交。可我还没说我的条件。大婚那日，满堂宾客都知道了我和崔家不对付，你能找上我，说明你只能和我合作。你说，我猜的对不对？不过出于合作的诚意，给我1周。什么？1周内我会拿下崔府的管家权，这个诚意够不够？王氏执掌崔府10余年，府中上下都是他的耳目，你要从他手里夺权，无异于虎口夺势。不过是纸老虎一只，还是要看崔太师愿意把这权力交给谁。好，若有需要，吹响此声，我的人会接应。多谢。那就拭目以待了。这批银子数目不小，今夜你亲自去。夫人放心，这个月的利钱一个子儿子都不会少。夫人说了，最近利钱涨了，你们手脚麻利点放出去。这得有1000两了。利索点儿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您放心，包在我们身上。你是谁？这可是钱庄的地盘。我问，你答。方才进去的2人是谁？他们是给李妈妈跑腿的。李妈妈是谁？是大户人家的管事嬷嬷，每月送银子来，交给掌柜放印子钱，还不上就拿房契铺子抵。每月送多少银子？少说也有几百两。听说这笔银子是公家的，李妈妈背后的人拿府里公账银子放给我们，赚的利钱偷偷不进娘家王家。看来还真是有人嫌崔家死得不够快。哟，还在硬撑呢，我以为你昨晚就该哭着求饶了。夫人，说不定姐姐正想来找您赔罪呢。姐姐，你气也撒了，人也骂了，好好和夫人赔个罪，日后服侍夫君才是正道。什么时候开始，一个通房也敢和我攀上姐妹关系了？足金的，就是不知道这上面沾了多少人命血。你什么意思？太傅主母私放印子钱补贴娘家，这要是捅到御史台，你猜崔太傅会怎么做？是休了你以保崔家名声，还是直接杀了你灭口？不可能，你分明是在胡说。证据在此，夫人大可以等太傅回府后慢慢向他解释。不，我是说，是你在胡说，仅凭几张借据就想污蔑我。这不过是几张普通的借据，京城钱庄随处可见。你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借据上签字画押的人是谁？整个崔府上下根本没有叫赵老三的人，一个死人怎么经手印子钱？姐姐还是莫要胡说了。怎么可能？不，你在狡辩。狡辩的人分明是你。你说我贴补娘家，哼，
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嫁妆，满京城谁不知道？我嫁进崔家的时候十里红妆，你拿着几张莫须有的字据，就敢空口白牙污蔑婆母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把这个私自出府、伪造文书、敲诈主母的人给我拿下！先把他打个半死，随后即刻送往大理寺。想斗倒我，下辈子吧，狠狠打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！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这……这借据上的人确实不存在，但夫人忘了，死人不会说话，活人才是最好的证据。姑母，救命！夫人，少夫人，这一切都是我干的，和夫人没关系，是我利欲熏心，偷偷拿着夫人的私房钱去放印子钱。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居然敢拿着我的私房钱赚利钱！夫人，少夫人，这一切都是奴婢的错，奴婢任凭二位夫人处置，只是这一切都与我那侄儿无关，求二位夫人放过他。不是，闭嘴，还嫌不够乱吗？吴嬷嬷，你也是我身边的老人了，怎就如此糊涂呢？来人，快把这贱奴拖出去，杖责50，发卖出府。慢着，张宁，这件事你立功了，想要什么，稍后我带你去库房挑。可这怎么和我听到的版本不一样？我要听你亲口说，你来告诉自己姑母，你帮她干了什么？姑母，印子钱的事他全知道了，还有你每月给王家的钱，我全都还了呀！你不要诬陷我，我何时给过王家钱了？姑母，你就承认吧，这一切都是你指使的。你小时候最疼我了，我若是被送官，国子监肯定会把我逐出去的，我做不了官，王家就完了。瞧瞧，还是活人好说话。夫人方才说，这一切都是吴嬷嬷干的。那这些又是什么？我不过就是禁足你几日，你到底要怎样？难不成是要毁了崔家吗？毁了崔家的不是我，是你。崔太傅最看重的就是他苦心经营了20年的官品。如果让他知道这些，你猜他会不会亲自端一碗毒药送到你房里，让你暴毙而亡，从而保全崔家声誉？昭宁，好孩子，这些日子是母亲亏待了你，我该死！你若不喜欢这通房，我今日便把它发卖到窑子里。不，夫人，少夫人，我不要！你还想要什么？银票、珠宝，只要我有，全都可以给你。求你千万别告诉老爷！少夫人，老奴也求您了。夫人这些年不容易，王家那一大家子全靠夫人养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放过夫人这一回吧。对啊，没了钱，我们王家怎么在外打点？你给我闭嘴！好啊，我答应你。你要什么？现在去把你的私印对牌拿来。从今天起，我要整个崔府的管家权，崔府后院的一切事务
全权交由我来打理。少夫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崔家的账册都在这儿了。是，崔府上下大小账目每一笔都在这儿了。那就好，省得多跑一趟。把这些全部查封，一本不留。少夫人，这不行啊！府里的账都是夫人一手打理，您这么做，夫人那边我怎么交代？夫人，这……闭嘴！这府内如今是少夫人管家。昭宁啊，你刚接手管家，这么一查封，下人们的月钱、各院的开销都怎么运转呢？母亲提醒的是，不过如今这管家权在我手上，既是我的东西，我想看何时轮到你来指挥。你走，把账册全部抬到我院内。夫人，这可怎么办？以后后院的每一笔银子都得他点头。哼，让他管。你去把这个月的账重新做一份，到时候账目出了亏空，我看他怎么办。银子呢？少夫人，这可就为难老奴了。这个月的月钱实在拿不出来了。不行啊，我娘还在等着这笔银子买药呢。什么意思？干了活不给钱？听说是少夫人把账房给封了。大家别着急，少夫人刚接手，定是不懂其中关系，才导致账目一时周转不开。昭宁才拿到对牌，定然手忙脚乱。不如账目先交给我，待你日后熟悉了，再慢慢接手。是啊，姐姐，这管家权也不急于一时，日后这崔府肯定还是姐姐说了算的。我何时说过账上没钱？可这桌子上的匣子分明是空的，要是有钱，为什么我们的月钱还没发下来？对啊，少夫人，我们的月钱呢？金子，可那是夫人的嫁妆箱子。少夫人，您这是做什么？那是夫人的嫁妆，您不能擅动。都拿着，这个月的月钱论快发。我的天，这是真金子！少夫人，多谢少夫人。沈昭宁，这是我的嫁妆，你有什么资格动？母亲方才不还说帮我管账？您的嫁妆不就是崔府的钱？崔府发不出月钱，不从这儿出，从哪儿出？你都给我听清楚了！从今天起，崔府的月钱一天不拖。账册上没钱，就拿夫人的嫁妆去；夫人的嫁妆不够，就卖了崔衍的古董字画来发。务必保证每个月的月钱按时发到大家伙手里。少夫人，老奴就不要这月钱了。这可不行，这块是你的月钱，记得拿好了。谢少夫人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下次再敢做假账，我劈开的就是你的脑袋了。谁？嘘，是我。给少夫人的安神汤熬好了吗？熬好了，这种事儿让丫鬟跑一趟就行了。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少夫人最近操劳，我这个做妹妹的总要尽点心意。姐姐，你睡了吗？我炖了碗安神汤。安神汤？是啊，姐姐这几日操持家务太辛苦，快趁热喝了吧。有点烫。姐姐，这安神汤得趁热喝。你紧张什么？我哪有紧张？瞧你，说话都结巴了。大概是今天累着了。姐姐，你快喝吧，喝完我便走。确实有点苦，良药苦口嘛。
既然姐姐喝完了，那我便先回房了。姐姐这是怎么了？有些头晕。姐姐别急，我这就去吩咐下人找个郎中来给姐姐看看。去找2个身强力壮的小厮进屋，好好照顾少夫人。是。少爷，妾身刚刚亲眼所见，沈昭宁带了几个陌生男人进屋，里面动静大得很。说的都是真的？妾身亲眼所见，这么大的事，妾身岂敢欺瞒少爷？只是姐姐定是孤身一人，难免寂寞，一时昏了头，才犯下此等大错。还望少爷可以从轻发落姐姐，免得让姐姐心寒。不过一介失贞的心腹，就算沈昭宁武功盖世，按大梁律，他要被押到京兆府打20大板后送去陈江。这件事情你做得不错，若是能把沈昭宁赶出崔家，我会禀告母亲，将你升为贵妾。多谢少爷。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有多胆大包天。夫君深夜到访，所为何事啊？少爷，少爷救我！你怎么？我怎么没晕过去？我的腿！沈昭宁，放开玲珑！好妹妹，这药太苦了，你亲手熬的，不如我赏你一半。不要！我不喝！把玲珑和这2个小厮一同关到柴房去。不，少夫人，我错了，这些都是少爷指使我的。你放屁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和我没关系。夫君，那你今夜为何会出现在此？是他跟我说你在勾搭野男人，让我来看，我是被他骗来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少爷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不可以。闭嘴！你个贱奴！事到如今，想想你妹妹，少在这里血口喷人。玲珑，你作为妾室，在汤中下药，意图污蔑正妻失贞，按崔家家规，妾室戕害主母，当发卖出府。此事与我妹妹无关，求少夫人放过她。沈昭宁，你私占对牌，查封账房，抢占嫁妆，是不把我放在眼里，要反了整个崔府吗？老爷，他根本没把崔家放在眼里，目无尊长，动用私刑，这分明是要毁了崔家。我原以为你不过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，念在圣上赐婚，容你在崔府苟活，没想到你居然变本加厉。今日若不将你这逆妇当堂正法，我崔家何以立足朝堂？太傅这是要杀我！你今天就算磨破嘴皮，也走不出这道门。崔府是我崔征的地盘，若杀一个忤逆尊长的心腹，就算圣上知道了，也不会说半个不字。长公主的令牌，你和长公主是什么关系？这就不劳太傅操心了。昨夜我已经将您这些年私下结党的证据整理成册，交到了长公主手里。血口喷人！本官在朝20余年，岂是你一句话就能随口污蔑的？永安18年，太傅向吏部推荐门生王进，授白银3000两。同年7月，太傅在西郊圈地逼走农户17户。若我今日死于非命，
这册子就会被立刻抄送到御史台的桌案上。太傅，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我的命比你自己的命还金贵。你现在不光不能杀我，还得好好护着我。我若掉一根头发，你猜长公主第一个怀疑的人是谁？老爷，您不能听他胡说，难道我的嫁妆……住口！退下！我叫你们都退下！崔府重金招募崔琰贴身卫队，不论出身门第，只要伸手拔尖，崔家随时欢迎。这都是真真金白银啊！但听闻那沈昭宁行事乖张，毫无大家闺秀做派，难伺候的很。怕什么？咱们是去保护崔府的，又不是去伺候他。爹，这个结太难了，我怎么绕都不对。先绕3圈，从中间穿过去，左手拽住。好厉害！这叫平安结，整个西北军都用这个打法。绑盔甲、捆军旗，不管风沙多大，这个结都不会散。日后你在外面，若是碰到会打这个结的人，那就是西北军的人。对，西北军的人，走到哪儿都是兄弟。诸位跟随沈某出生入死多年，沈某感念在心。但今日圣上旨意已下，你们不再是兵了。将军，末将这条命是将军从战场上捡回来的，末将不走。你们若是留下来，就是抗旨，大家都得死。你们走了，沈家还能留个后。将军，我们走了，您怎么办？小姐怎么办？沈某无能，今日一别，各自珍重。若有一日沈家后人需要你们，若有需，天涯海角必至。我需要你们的时候来了，你们现如今都在何处？崔家让一个女人抛头露面，当街摆擂台，成何体统？哼，堂堂太傅府让一个女人站在门口吆五喝六，崔家的脸面也算是丢尽了。都给我住手！沈昭宁，我昨日放你一马，你今日就抛头露面的招揽武夫，是嫌我崔家的脸丢的还不够多吗？太傅这话从何说起？夫君遇袭受惊，我出钱招几个贴身护卫保护夫君安危，怎么就成了丢崔家的脸？哼，保护夫君，你当全京城的人都是瞎子吗？就是，一个女人不安分守己，整天持刀弄枪的，像什么话？哼，崔家家风都被败光了。诸位都看见了，并非是我苛待儿媳，实在是此女目无尊长，败坏门风，我崔家容她不得。给我把这个擂台拆了，谁敢阻拦，以犯上论处。哟，今儿崔家好生热闹。陆公子，这是做什么？都是些家事，让陆公子见笑了。此女当街摆擂，败坏门风，老臣正要好好管教管教。哦，太傅方才说崔夫人当街摆擂是为了什么？夫君前几日遇袭受惊，我做夫人的招几个贴身护卫护夫君周全。崔少爷遇刺，少夫人重金护肤，这可是大梁少有的贞烈之举啊！太傅，长公主前日还夸赞崔家家风淳朴，崔少夫人是难得的贞烈女子，堪为命妇表率。长公主她，太傅若今儿砸了擂台，传到长公主耳朵里，这不是在打长公主的脸吗？陆惊鸿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路过而已。太傅若不缺这点银子，何必计较？传出去，反倒让人觉得崔家连个孝顺心腹都容不下。公主都夸了，看来这崔少夫人真有两下子。原来是护肤心切啊，那倒是一片好心。没想到这沈家孤女竟攀上了长公主这层关系。哼，老夫倒要看看这崔家在你手上能翻出什么花来。少夫人，这擂台
还继续吗？当然继续。多谢，这东西也该物归原主了。沈昭宁，我们现在可还是交易关系，你这是在和我划清界限吗？只是不想平白受人恩惠罢了。既然你不要，那我便收着了。你若觉得是恩惠，就当欠我个人情，省得我日后再找理由靠近。陆惊鸿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喂，你还没报名登记呢，下去！你想干什么？这里可是崔府。崔少夫人何在？我在。崔夫人，你竟还有脸站在这里？当初将军蒙冤，沈家军全体将士拼死求情，日日夜夜提心吊胆，就想着有朝一日能救将军出苦海。可你呢？你就是个贪慕虚荣的软骨头，转头就拿着圣上赐婚嫁入崔家，坐上了崔家少夫人的位置。你拿着崔家的脏钱，安心做着仇人的儿媳，还帮着仇人招兵买马。你忘了西家是怎么灭门的吗？我从未忘记。既然没有忘记，那你现在又是在干什么？你就是个叛徒，你根本不配做将军的女儿，你不配！你既无话可说，不如我们真刀真枪的打一场。若我输了，从此以后，沈家军都不会出现在你面前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就这点本事，再来！躲什么？既然不服，那就一起上！大小姐这枪法，还有不服的吗？这是将军的枪法。末将参见大小姐。你们说我苟且偷生，可我若死了，沈家满门忠烈的脏水谁来洗？谁来替我父母，替沈家军洗刷那通敌叛国的罪名？末将不知大小姐。大小姐，我若真的把这一切都忘了，那你们为何看到平安节后选择来找我？我们不信，我们不信大小姐会忘记。你们不会忘记这一切，我也是。这崔府困不住我沈昭宁，总有一天，我要带着你们用仇人的血祭旗，杀回西北。我要让这大梁的天下看到沈家军真正的风骨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沈家绝无叛徒。是末将有眼无珠，冒犯少主。末将愿誓死追随大小姐，刀山火海，万死不辞。誓死追随大小姐，刀山火海，万死不辞。长公主殿下有令，沈昭宁即刻随我前往公主府。我去便回。昭宁参见长公主殿下。坐。你胆子很大呀！你干的那些事，整个京城都传遍了。殿下谬赞。我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，也多亏了殿下暗中相助。那你可知，按我大梁律法，你煽动旧部对抗朝廷命官，这若传到御史堂，你死10次都不够。我知道，知道还去。若非崔家构陷，我沈家又岂会蒙冤？殿下身为长公主，难道看不出崔真的狼子野心？放肆！谁允许你在本宫面前随意揣度朝局？殿下若觉得我说的不对，方才在擂台，
又何必让陆惊鸿出面替我解围？你倒是不怕死？怕，但我更怕沈家满门的冤屈永远都洗不清。行了，方才本宫不过是试探你，你若下得跪地求饶，本宫反倒要失望了。那看来我没有让长公主失望。你可知崔征在朝中经营了多少年？你想扳倒他，无异于天方夜谭。所以我才斗胆向殿下借一阵东风。本宫确实愿意帮你。崔征这些年在朝中结党营私，本宫早就想动他了。但是你说你要崔家死，本宫凭什么信你不被儿女情长羁绊？儿女情长？崔琰毕竟是你名义上的夫君，若有一日他跪在你面前求饶，你当真下得去手？殿下是觉得我无法对崔琰下手？本宫见过太多女人，嘴上说的再狠，到头来还是会在男人面前心软。沈昭宁，你会吗？殿下若不信，明日给我个机会，让我与崔家一刀两断。给我打起精神来！娘，沈昭宁那个疯子也在。我不管你怎么想，但今日你必须把他接回崔家，否则崔家的脸面就彻底完了。臣妇拜见长公主殿下。昭宁，母亲知道这些日子让你受委屈了，琰儿年轻不懂事，让你伤了心。琰儿，还不快给你娘子赔罪！还不快去！娘子，之前的事是我错了，这是我特意让人从西域寻来的血玉簪，还望娘子消消气，随我回府。血玉，那可是夏母。看来崔家是真心想接回这位少夫人。昭宁，母亲知道你心里还有气，但夫妻哪有隔夜仇？回家吧，以后琰儿再敢欺负你，母亲第一个饶不了他。夫君这般破费，我倒是有些感动了。你若喜欢，我日日给你买。沈孝宁，崔夫人，你们今日来此，不就是想在全京城的权贵面前演一出夫妻恩爱的戏码？可谁告诉你，我一定要配合你演完这场戏？崔少夫人，今日是本宫的赏花宴，你这样做，总得给本宫和在座诸位一个说法。殿下明鉴。这沈氏自入门以来就忤逆尊长，不敬夫君，今日又在宴席上公然羞辱夫家，还请殿下为我儿做主啊！殿下，我母亲所言句句属实，她今日摔了血玉簪，不是在打崔家的脸，是在打殿下的脸啊！这沈氏也太过分了，这可是圣上赐婚。哼，崔家书香门第，怎么就摊上这么个丧门戏？殿下，我也有话想对崔夫人和崔公子说。今日本宫在此，你但说无妨。今日当着满堂宾客的面，我们正好分说清楚。崔家想要我认错，可我沈昭宁也想要和你这个草包废物和离。你说什么？殿下，崔琰从成婚当日开始便纵容小厮羞辱我，唆使府中下人对我下药，试图诬陷我失贞，好将我彻底赶出崔家。长公主殿下，此等无德无行之辈，按大良律可否和离？下药，这也太下作了。这崔琰传闻果然不虚。不，你胡说！殿下明鉴，这都是那毒妇的一面之词，怎可随意听信？是吗？那你看看这是谁？少爷，少夫人喝下那碗春药了，你答应我的，你答应我要收我为贵妾的。少爷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都不认识他，快把这个疯子带下去！现在，崔夫人还有什么需要辩解的？按大良律，谋害发妻者，妻可诉和离。崔公子，沈昭宁所列罪状，你认是不认？住手！老爷，您可算来了！沈昭宁这贱人，当着殿下的面逼着琰儿签了和离书。沈昭宁，你与琰儿的婚事是圣上赐婚，你一纸和离书就想悔婚，这是抗旨。京兆尹大人，按大良律回圣上赐婚，
该当何罪？按律杖20，流放300里。既然如此，大人还在等什么？还不将这抗旨不遵的罪妇拿下？太傅，和离书我已差人收好，你这是对本宫的决定不满？老臣并非有意轻撞殿下，殿下仁厚，必然被他蒙蔽。今日之事，老臣自会禀明圣上，请圣上定夺。还请大人秉公执法。拿下！慢着！太傅崔征结党营私，贪赃枉法，受贿白银共计23万6千两。殿下，这是诬陷！铁证如山。太傅，圣旨在此，你还不束手就擒，是想抗旨吗？殿下，您这是要做什么？太傅方才不是说沈昭宁毁了圣上赐婚，要今绕尹大人秉公执法吗？那本宫也秉公执法一回。比起家务事，你不如先去慎刑司解释解释这账目。是你和长公主联手陷害我！别废话了，带走。到了，主子，别院已经按您的吩咐收拾妥当了，请。这处别院是我名下的产业，崔家的人查不到这里。这段日子你可以安心住下，等事情平和了，我再给你另觅住所。多谢。还有事吗？我还给你准备了一样东西。跟我来。沈将军的枪，这是沈家被抄斩那日，我买通了内侍，从府库中把这杆枪劫了下来，一直藏在长公主府，今日才找到机会交给你。爹，这枪太重了，我拿不动。拿不动也要拿，战场上敌人不会因为你力气小就手下留情。那我就跑。跑什么跑？你是沈家人，天生就该握枪。好，爹明日就教你沈家枪法。这枪法可以杀得北朔人闻风丧胆。你不仅要杀北朔人，你更要护住你要护的人。昭宁，从今往后，你还有我，你再也不是独身一人了。快走，换班的还有1炷香就到。太傅，马车已备好，在这边。账目都处理干净了。太傅放心，下官让人连夜销毁了。慎刑卫查到的不过是些皮毛，圣上那边只要没有铁证，总是会站在太傅这边的。沈昭宁呢？沈昭宁，她现在是长公主的人。我原以为把她嫁给尹儿，有的是时间把她搓磨致死，没想到她和她爹一样，都是难生死的贱骨头。太傅，如今京中风声正紧，不如先韬光养晦，等风头过了。不行，她多活1日，老夫便1日不得安稳。派人联系玄一，让他去杀了沈昭宁。是。沈昭宁，这一次我看谁还能救？出来吧。谁派你来的？说，到底是谁派你来的？你杀不了我。
已经服毒自尽了。这是兵部的虎纹密令。打听清楚了，今晚兵部尚书赵恒在天牢内，他定知道虎纹密令是谁的。他怎么会知道？不知道的话，把刀架在他脖子上问问就知道。把酒放在桌上，你可以出去了。赵大人，这酒是敬你的。你是？放开大人！沈昭宁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里是天牢，擅闯者。认识这个吗？这令牌怎么会在你手里？我也想问赵大人，兵部的密令怎么会在一个死士身上？本官不知，本官只是来复核卷宗。看来赵大人记忆力不太好。那我换件事问你，伪造我父亲通敌叛国的罪制的提稿在哪儿？若是不说，明日这令牌就会出现在长公主的案桌前。我不说又如何？你不能杀我，我可是朝廷命官。我连崔岩都敢杀，怎么会差你这一条命？别杀我！我说，这事和我没关系啊！底稿在崔州的书房里。不过沈昭宁，你该不会真以为只有崔征容不下你爹吧？沈敬中手握西北20万大军，满朝武将半数是他带出来的旧队，北境百姓只知沈将军，不知大梁天子。所以呢？所以连圣上都觉得你爹手里的兵权太沉了。你沈家忠了一辈子，你要为了给沈家报仇，杀了圣上吗？赵恒当真这么说的？如果没有圣上默许，沈家怎会在一夜之间倾覆？本宫自幼在宫中长大，见过太多人为了那张龙椅付出一切，但我一直以为，至少父皇他对忠臣还存着几分底线。沈家倒了，还会有下一个沈家。问题根本不在沈家，而在那张龙椅上。殿下，您想做什么？既然这天下没有公平可言，那反了又如何？本宫要这大梁换一个活法。殿下为沈家平反，沈昭宁这条命从今日起便是殿下的。没有长公主，我早就死了。无论长公主做什么选择，惊鸿都誓死背随。既如此，本宫给你100人马，你今晚就去崔府拿到伪造沈家罪证的提稿。找到了。自投罗网。沈昭宁，你还是落到我手里了。花了整整3年时间打造这间书房的机关，怎么样？对你的埋骨之地可还满意？今夜谁会死在这儿还说不定呢。别硬撑了。你以为赵恒为什么会告诉你暗阁的位置？哼，那是老夫让他说的。你让赵恒在天牢故意演戏给我看。我早料到你会顺藤摸瓜找到的，干脆将计就计，让你自己送上门来。你爹沈敬中当年手里握着老夫贪墨的证据，以为十拿九稳能拿下我，可结果呢？满门抄斩。要不是萧令英护着你，你早就死在崔家了。你笑什么？崔征，你真的以为我今夜只是来偷东西的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破了铜油！太傅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来送死的。快灭火，把卷宗抢出来！拦住他，不许让他跑了！主子，这……愣着干什么？拦住他，不许让他跑了！
长公主府奉命前来救援崔府走毁，所有人等放下兵器。陆惊鸿，这是我崔家的私宅，你随意带兵闯入，是想造反吗？太傅这话就错怪我了。崔府火光冲天，半个京城都惊动了。长公主殿下仁厚，派下官前来协助，太傅不感激也就罢了，怎么反倒兴师问罪？你伤到哪儿了？没事，东西都拿到了。在他身上。不可能！你们从哪里找到的？这不可能！这些东西我明明……大小姐，这就是刑部拿出来定沈家罪的铁证，就是这些伪造的信件，将军根本没有写过。崔太傅，这底稿上盖上是你的私印，伪造我父亲通敌信件的就是你。原来今夜的一切都是你们设计好的。你让赵恒在天牢告诉我位置，所以我干脆顺着你走。你以为我中计了？可我只是为了拖住你，让陆惊鸿有时间拿到真正的底稿。沈昭宁，你以为拿到了底稿就能翻案吗？圣上不会认的，这大梁的朝堂不是你们2个人能翻得了的。太傅，圣上认不认你说了不算，至于这把火，您自己慢慢救。父皇，此乃崔征构陷忠良、私通北朔的全部证据。这只是崔家床用的禅意纸，不似伪造。还有这内容也是一模一样。陛下，殿下所言非虚，这确实是构陷沈将军的铁证。求陛下为沈将军昭雪，为西北军枉死的将士做主。崔征，你伪造书信构陷忠良，致使沈家满门被灭，桩桩件件铁证如山，你认是不认？陛下，老臣冤枉，这些都是长公主栽赃陷害。老臣为大梁鞠躬尽瘁20年，从未做过任何对不起陛下的事。您忘了当年是谁挡了刺客的案件吗？微臣这条命是陛下的，怎么可能背叛陛下？饶命啊，陛下！饶命！崔太傅，你构陷沈将军的时候，可曾想过饶他一命？求陛下严惩奸佞，以正朝纲。求陛下严惩奸佞，以正朝纲。崔征，朕病重的这些年，让你代行朝政，就是这样报答朕的。陛下，陛下，微臣冤枉，微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……朕不想听你解释。来人，把这个逆党给朕打入天牢，秋后问斩。沈小姐，前面就是崔征的牢房。崔太傅，别来无恙啊。你现在来是想看我的笑话吗？我一个人看有什么意思？所以我把沈家人都带来了。现在你可以跪下忏悔了。沈昭宁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我只知道你一定会输，并且会死得很惨。你和你爹真像啊，都是那种以为只要自己够狠够拼就能改变一切的蠢货。你还有脸提起我爹？你留在京城，一味的想要置我于死地，难道没有想过失去了沈敬中的西北会是什么境地？你什么意思？早在我入狱之前，我就已经把西北边关的布防图送给北朔了。你说什么？此时的西北防线早就成了一片尸山血海，你沈家3代人守下来的根基马上就要死绝了。你知不知道西北边境有多少百姓，有多少将士？你就用他们的命来换你一个人的私怨，那又如何？你与其在这里质问，不如亲自回西北看看。北朔10万铁骑南下，连失3城，西北守军战死2万余人，请求援兵。3座城池不到10日就丢了，西北的兵都是纸糊的吗？陛下，西北军主力随沈将军回京时已被打散整编，如今谁愿领兵驰援雁门关？老将军，你胸口的箭伤还没好利索，不能去。满殿武将，没有一个敢领兵，这养你们何用？陛下息怒，如今朝中无将，不如暂派使臣与北朔议和，割让边境。割地议和？西北将士的血还没干，你就在这大殿上说割地？赵恒，你安的什么心？父皇，儿臣倒有一人选。说。儿臣斗胆举荐沈昭宁，他愿出征收复失地。殿下，沈昭宁不过一介女子，让她带兵，岂不是让北少人笑话我大梁无人？
女子又如何？沈昭宁是沈家人，满京城又能有几个武将能在他手下过10招？传沈昭宁。朕拨你3000兵马，即日驰援雁门关。若夺不回城池，斩立决。陛下，3000兵马，雁门关外可是10万北朔铁骑。当年沈敬中8000兵马对战北朔3万马骑，依然能胜得精彩。他的女儿难道不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吗？沈家丫头，这是让你去送命，不能接。臣领旨。大小姐，3000人马已清点完毕，就是兵部拨下来的全是老弱，半数人连弓都拉不开。兵器呢？刀都是豁口的，铠甲缺了1/3。兵部那帮人摆明了让咱们去送死。那就把豁口的刀磨利，铠甲我出钱补，多少人去就给我带多少人回来。是。沈昭宁，这是天蚕丝软甲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整个大梁只此一件。这是给我的。不行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收下吧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说不定这软甲又能救你一命。谢了。别动，等你从西北回来，我再给你换新的。大小姐，时辰到了。陆惊鸿，等我肃清西北，便带10万铁骑回来，向这烂透的朝堂讨一个公道。这朝廷派了个丫头来，细皮嫩肉的，怕是连西北长什么样都没见过。你可别小瞧人家，她毕竟是沈敬中的女儿。镇北将军沈昭宁奉命驰援雁门关，见过李将军。这就是朝廷给的3000精兵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能不能打？李将军试试就知道了。可这里是西北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可不会因为你是个女人就手下留情。李将军话说的难听，但沈将军，西北军连丢3场，你要是打不服他们，这仗没法打。好，那就试试。今日我便站在此，谁能接我3招不等，我的位置换你来坐。口气倒是不小，那我来。好大的力气！这不可能！3招，李将军，你输了，我来试试。不愧是沈家枪法。是我输了。你的刀法也不错，我心服口服。谁还有意见？今日都可以上前与我一战。西北主将李云征拜见镇北将军。副将赵立，愿听沈将军调遣。愿听沈将军调遣。既然我来了，那么就让北朔人好好看看，只要沈家还有一个人站着，西北的防线，他们一步也别想踏过来。
按住他的腿，别让他乱动！快缝合。缝好了，今天多谢你。库存药材还剩多少？金疮药只剩3坛，根本不够用。吗啡散早就没了，为什么会没有？军需补剂呢？补剂早断了，朝廷根本没打算给我们活路，派了个空有名头的镇北将军有什么用？倒是把这些补剂都解决了呀！这些人没有吗啡散，缝合的时候只能硬扛，不少人都是活活疼死了。刘姑娘别说了，你尽力了，是咱们命不好。什么命不好？明明就是没人管。朝廷拨下来的军需银子去哪儿了？军需银子，我从来没见过。8连，末将在。带人去河西县衙，把县令郑文焕给我绑到教场，账册全部查封带回来。你就是新来的那个镇北将军？将军，我没说你坏话，我是故意，不对，我是无心的。是不是把补给解决了，我就不是空有名头的镇北将军了？好，跟我来。朝廷拨给西北军8000两，账册上却只有1000两用来采购药材，另外7000两去哪儿了？将军明鉴，这是前任县令经手的账目，下官不知情啊！下官这就派人去催，一定把药材凑齐。账册上的私印是你的，你现在跟本将军说不知情？将军饶命！我现在就去筹药材，明天就把药材全部送到军营，求将军饶下官一命。可惜晚了，把他拖出去，就地正法，家产全部充公，变卖银两购买药材。你不能杀我，我是朝廷命官，你没有批文。砍！都给我看清楚了。从前没人管的烂账，从今天起，本将军会一笔一笔清算。贪墨军需者，就是这个下场。好，杀得好！我们有药了，我们可以不用死了。将军真能全权做主。在这西北，我就是军规。那我要最好的金疮药，要3个月的量，还要吗啡散，要够1年的。准了。急报，宣传城被围，继续援兵。这是陷阱，北说在旋川城外布了2万骑兵，就等着我们往里面钻。将军，旋川城已经被围成铁桶，这时候驰援就是送死。当务之急是收锁防线，守住堰关和凉州，不能再分兵了。是啊，将军，敌众我寡，现在分兵去救一个必死的城，不值得。不值得？你说不值得？那我问你，若那一城的百姓里有你的爹娘，你救不救？若有你的妻儿，你救不救？旋川是西北通往中原的最后一道屏障，一旦失守，北朔骑兵便可一路南下，直抵中原腹地。那时候，丢的会是整个西北。将军打算怎么救？带一支先锋队绕到地后，烧了他们的粮仓，粮草一断，北朔不出3日必亡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，一旦被发现，就是九死一生。所以我来带兵去，你们率主力在城外佯攻，吸引注意，给我争取时间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可不会替你报仇，我只会全军撤退。那可惜了，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。记住，咱们只负责烧粮草，绝不恋战。火起之后就撤。是。将军，下游的堤坝已经堵死，火油也泼好了，可以行动了。点火，不留一粒粮食。粮草全烧起来了！该死，山上有埋伏，你们几个跟我追！
烧了我的粮草还想跑？我告诉你，这整座山上都是我们的人，你们一个也别想逃。那这粮草烧的还挺值，拿整营的粮食换我一条命，倒是比划算的买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给我杀，一个不留！八连，带人往东撤。将军你呢？我留下断后。不行，末将留下和将军一起。这是军令，走。走。孬种，一起上！围住他！我倒要看看他一个人能撑多久。认输吧，你有这一身好功夫，死了太可惜。等我回北朔，我保你1年内坐上我的位置。去北朔，下辈子吧。你好，既然你不肯归降，那就别怪我不惜才了。放箭！留他一口气，我要抓活的。抓活的，你们也配？沿河追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沈将军呢？将军为掩护我们撤退，独自断后，被北朔伏兵包围了。围在哪里？多少人？河谷上游至少300骑兵。末将冲出来时看到将军被箭射中，跳进了河里。河水那么急，将军身上还中了好几箭，恐怕……都给我闭嘴！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没见到尸体之前，谁都不许说沈将军死了。赵丽，我们兵分2路，我率主力驰援旋川城，你带人沿河岸找，务必把将军找回来。出发，沿河找，无论死活都要给我把人带回来。收下吧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说不定这软甲又能救你一命了。你又救了我一命，就是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向你道谢。不，我不能死在这里。我答应了陆惊鸿要活着回去，我还没给沈家讨回公道。我说过，你跑不掉。那你最好一箭射死我，否则等我爬起来，死的人一定是你。哼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赵宁，如果有一天你被逼到绝境了，你会害怕吗？当然会。但是爹爹不会，因为绝境意味着没有退路了，没有退路的人是无所畏惧的。赵宁，若你遇到绝境，不如拿起武器开始战斗，这样至少有一线生机。爹，你说的对，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躲得过一箭，躲得过第2箭吗？你的准头太差，所以接下来该轮到我了。他不是中了好几箭吗？怎么还能打？一起上，他撑不了多久的。杀了我北朔这么多勇士，现在也该轮到你死了。放心，你一定比我先死。你知道沈家枪法最后一式是什么吗？什么？破阵！疯子，这女人就是个疯子！撤，快撤！你是？醒了，将军醒了。命可真大，失血那么多还敢跳河。我看你是没把自己的命当回事。别动，伤口刚缝好，再裂开我可没线了。我是怎么回来的？我带人沿河搜了一整天，找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昏过去了。
要不是那个北朔女人朝我们喊话，你这条命就交代在那儿了。北朔女人？对，被他们自己人关在铁笼里，足足上了3道锁，而且她身上全是鞭伤，至少被关了半个月。她现在在哪儿？单独关在了一顶帐篷里，毕竟底谢不明，我派了人看守。将军，你这伤至少得躺3天。扶我过去，我要见她一面。你醒了，是你救了我，谈不上救，看见有人骑马过来，喊了一嗓子而已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阿错。你为什么会被关起来？怎么，北朔人就不能自相残杀了？你救了我的命，待战事结束，我会派人送你回北朔。但现在两军交战，你暂时只能被关押在这里。沈将军，你们中原有句话叫“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”，那你有没有兴趣和我做个交易？什么交易？你想不想知道北朔大军的布防图？这些东西全在我脑子里。坐。这是按他描述画出来的布防图，和我们斥候摸到的情报完全吻合，不是编的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北朔可汗是我父亲。你是北朔王族？我不但出身王族，而且是嫡出。我大哥就是你们一直在对付的那个人，北朔大王子古都侯。继续说。我大哥主张南下，踏平西北防线，而我却主张休战。北朔连年征战，早已疲惫不堪，再打下去，不用你们动手，北朔自己就先垮。我大哥因此容不下我，和傅寒说我勾结中原人，要把我押回王庭当众处决。所以你救沈将军，是为了借我们的手对付你大哥？是也不是？既然我大哥说我勾结中原人，我倒不如把这件事做实。况且要不是你，等我被带回王庭，依旧是死路一条。可你拿什么让我信你？你不用信我，我会给你们提供完整的布防图。我只需要你在杀了我大哥后，让我回王庭继位，与你签订停战协议。就算粮草被烧，他手里还有5万骑兵，你要我们怎么杀他？玄川城外的5万骑兵是幌子，古都侯身边只有3000亲卫，他打算用玄川城拖住你们，自己绕道偷袭雁门关。有了这个，取古都侯的人头简直就是探囊取物。沈将军，你帮我杀一个人，我帮你打赢这场仗。事后北朔退兵，10年不犯。那便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你合约，北朔以阿错公主为使，与我大梁西北军订立盟约。10年之内，愿边境再无战事。杀！全军冲锋！有了阿错提供的布防图，1个月内，西北军连战连捷，收复3座城池，北朔全线后撤。哈哈哈哈！1个月拿下3座城，这要是换做以前，简直想都不敢想。北朔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城池就丢了。古都侯的用兵习惯我太了解了，3个月内，我们定能直捣北朔王营。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，传令全军今夜扎营休整，明日天亮继续向北。谁？赵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也是女子？别紧张，沈姑娘。这西北的冷月，不仅照汉子，也照我们女人。跟我来，带你去个地方。他们都是西北军。
她们都是女扮男装隐藏在军中的女子，有的是逃婚出来的，有的是被迫顶替兄弟名字投军的。一共有多少人？123人都在这里了，都过来吧，见见沈将军。沈将军，我叫阿林，是逃婚出来的。听说西北来了个女将军，今天总算见到真人了。末将是赵将军麾下斥候伍长。沈将军，听说您连斩北朔3城，咱们这帮姐妹激动的一夜没睡。我竟不知，我的部下中居然有这么多女子。所以，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问题。尝尝，这可是西北的烧刀子，比京城的酒烈多了。你方才说，他们有的是逃婚出来的，有的是顶替兄弟投军的，还有呢？最多的是被朝廷的赋税逼来的。沈将军，您从京城来，肯定不知道朝廷这几年增加了多少赋税。增加了多少？足3成。家里没有男丁的还需要交双倍，交不出来的就只能抓女眷抵数。我家有男丁，可朝廷征兵的时候，我娘为了香火，让他们都逃了。衙役不管，没人应征，就拿女眷充数。我家人不到3个月，丈夫就累死在工地上，家中没有银子可以免除赋税，公婆索性就把我卖了充军。整个西北军至少有3成的兵都是女子，她们隐藏性别，用着男人的名字，直到死都没人知道她们究竟是谁。沈将军，您别怪赵副将瞒您，西北军不收女子是老规矩。您来之前，只有他护着我们，我们白天戴着面具打仗，晚上才能躲起来喘口气。你是第一个走到所有人面前的女子，我想你或许会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结局。天下女子同为一家，我保证，从今往后，你们不用再戴着面具，不用顶着别人的名字，你们都是沈家军的一部分。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堂堂正正的走到人前来。身后便是家国，死战不退。女兵正式入编后，西北军连战连捷，北朔大军节节败退。不过3月，我军已逼近北朔边境，距王庭不过100里。明日大战，赵丽，你率女兵营从侧面佯攻，李云珍率主力正面进攻。得令。末将领命。将军，总兵洪大人求见。将军，在下奉命巡视外围防线，发现北朔营地东侧出现大量火把移动，疑似大军集结。在下猜测，恐怕是古都侯要趁夜突袭。东侧是悬崖，大军不可能从那边走。可万一是真的呢？将军，古都侯诡计多端，不可不防啊！我带亲卫去看看。赵丽，你和李云峥留守大营。将军，我们巡查了一圈，这儿什么都没有。不对，总兵呢？刚才还在后面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不好，中计了，快撤！沈将军，久仰大名，在下武都侯。你的仗打得不错，1月连夺3城，可惜你还是太年轻，一个总兵就能把你从大营里骗出来。将军，我们护您杀出去！杀出去！晚了！北朔铁骑已经到西北军大营后方了，主将不在，群龙无首，你们还能撑多久？将军，沈昭宁，你现在乖乖束手就擒，我还能给你留个全尸。束手就擒，古都侯，今夜谁会死在这儿还不一定呢。哪怕是死，我要带上你一起。找死！
你的路到此为止了。你武功超群又如何？你一人又能杀多少人？那我就先杀了你！陆惊鸿，不要杀我！我只是奉命行事。古渡侯绑了我的妻儿，我也是被逼的。杀！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？沈大将军，你要不先看看自己？但凡我来晚一步，你就……等仗打完再骂，先杀出去！我说过，哪怕是死，也要带上你一起。看来还是你先死啊！不过我可不会给你留全尸。古都侯的队伍没来，来了，被我们提前察觉，直接一锅端了。做得好。西北军，你们的主将已经成为我们古都侯的刀下亡魂了，还不快束手就擒！都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，我是谁？沈昭宁，你居然还没死！不仅没死，还顺手杀了你们的主将。北朔主将已死，小兔崽子们还不速速归降！这是大公子，他不是去围堵西北主将了吗？大王子死了！阿错公主有令，即刻归顺者免死！沈昭宁，我回来了。你的王庭，我已经替你劈开一条血道。阿错，敢不敢跟我去宰了你爹？我等这一天等了足足3年。走！外面在吵什么？让古都侯去打，打完了再来报。阿错，你不是被古都侯被大哥关起来，然后押回王庭处决？可惜他已经死了，你的也都归降于我。傅寒，在这王庭里，已经没人能救你了。你要弑父，你是我的女儿，你不能。合约拟好了，你看看。赵宁，我相信你，我们之间已经是过命的交情了，不是吗？10年之内，边境再无战事。作为盟友，我还有一件东西要交给你。什么？这是从我大哥的屋子里搜出来的，我觉得你或许会需要这些东西。密信。
你看看就知道了。这是崔征的私隐，这是边关9城的布防图，崔正居然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了北硕。难怪，这就是古都侯连战连胜的原因。咱们多少兄弟就是因为这些信白白丢了性命。贼喊捉贼，我爹根本就不是因为拥兵自重被杀，崔征卖国，他怕我爹把真相捅出来，又先一步给他扣上通敌的帽子。这些信件一旦公开，不但崔征罪名坐实，就连圣上也脱不了干系。我不仅要公开，我还要亲手把这公道全部都讨回来。下西北大捷，镇北将军收复城池，斩北硕大王子。辛可汗已与我大梁签订停战合约，西北战事终了。父皇，昭宁不负圣恩，此乃大梁之幸，社稷之福。陛下，这可是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捷，臣请陛下下旨嘉奖，以彰其功。沈敬中当年回京，满城百姓跪迎。如今若他的女儿回京，朕这龙椅还能坐多久？陛下，沈将军的确战功卓著，但边境初定，臣以为不如让沈将军继续镇守西北。赵大人方才说沈将军功勋卓越，不宜轻慢，怎么转头就把他晾在西北？殿下误会了，臣是替社稷着想。西北边境百废待兴，沈将军只有坐镇西北，北硕才不敢轻举妄动。放屁！那丫头在西北打了大半年仗，满身的伤，如今连回京受封都不行，这是什么道理？韩将军息怒，下官并非此。够了！传朕旨意，封镇北将军沈昭宁为镇北侯，命其暂驻西北，日后再议回京事宜。陛下，人带到了。罪臣崔征叩见陛下，谢陛下不杀之恩。崔征，朕放你出来，不是因为你无罪。陛下想让罪臣做什么？臣万死不辞。朕命你官复原职，给朕拦住沈昭宁。长公主萧令仪接旨。本宫在此念。长公主萧令仪勾结北硕，私通敌国，与逆臣沈昭宁意图不轨，今削去封号，禁足公主府，听候发落。私通敌国，本宫与北硕势不两立，满朝皆知。这罪名编得如此拙劣，该不会是崔太傅的手笔吧？末将只是奉命行事，请殿下交出印信兵符，莫让末将为难。父皇为了拦住沈昭宁，不惜勾结崔征那个逆贼，好得很。既然他不认我这个女儿，这大梁的天下我也不必替他守了。殿下慎言。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殿下，护符在此，调兵令已按殿下吩咐拟好，盖了印。从密道走，把东西都送到西北，告诉沈昭宁，让他不必再等朝廷调令，即刻挥师回京，给本宫反了这天下。回了京城，我要先去好好泡个澡。这西北的风都快把我腌成腊肉了。你就这点出息？我要先去京城最好的馆子吃一顿，红烧肉、糖醋鱼、酱肘子全都上一遍。吃，你那点军饷够吃几顿？不够就找将军借，反正将军肯定会借我的。你们的军饷都还在我这儿压着呢，谁再敢偷懒不收拾装备，扣1个月的钱。将军，您都封侯了，怎么还惦记着我们这点钱？奏报已经按你的意思拟好了，不过我们的军报10日前就到京城了，可长公主那边却一直都没有回信。许是朝中事多，耽搁了。我还是觉得不对劲，密信是暗卫绕过兵部递给长公主的，莫非是被半路拦截了？什么人？干嘛？住手！是长公主的人。沈将军，陛下疯了，他让崔太傅官复原职，围了长公主府，说殿下私通敌国，殿下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他说将军不必再等朝廷调令，直接挥师回京，
反了这天下。今日召集全军，是想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要回京。这些信都是我在北朔王庭找到的，写信的人是当朝太傅崔征，里面是边关9城的全部布防主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们那么多兄弟，原来是死在自己人手下。京城那帮佞臣比该死的北朔人更想让我们死。崔征通敌卖国不假，可更可恨的是那个坐在龙椅上的人，他怕我父亲手里的兵权，怕沈家功高盖主，怕自己的龙椅坐不稳，所以默许这一切发生。我们在西北拼死拼活，换来的是什么？换来的是背后之人的背叛。直到今日，末将才知道，不是末将打不过北朔人，是有人在背后捅刀子。西北军副将赵立愿随将军回京讨公道。末将这条命是大小姐捡回来的，大小姐去哪里，末将就去哪里。愿随将军回京，讨还公道。既然这大梁的皇权烂透了，那我们就用刀劈出一个天清地明，不死不休，不死不休。城下兵马听着，太傅有令，沈昭宁私自带兵回京，形同谋反，开城门者以叛国论处，诛9族。你们速速退回西北，太傅或可网开一面。将军，守关的是韩冲将军的旧部，看样子是不肯从命，被自己手下人反了水。城墙上至少5000弓弩手，硬弓伤亡不小，拿弓来。沈昭宁，你何必走到这一步？太傅说了，你若肯交出兵权，他可以在圣上面前替你求情。挡我者死！好剑！全军准备踏桥。这次城门必破！杀！北境已破，大军一路东进，沿途守将大多直接归降，无人再敢阻拦。10日后，10万西北军兵临京城脚下，是归途，也是清算。沈昭宁，你私自带兵回京，形同谋反。本官奉圣上旨意守城，你若再敢踏前一步，便是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你抬头看看这是谁？你的靠山，大梁长公主萧令仪。你若退兵，圣上可留她一命；若继续执迷不悟，那就等着命丧当场，遗臭万年。沈昭宁，你可别听他废话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崔征，这就是你的遗言？你敢？这里是京城，你敢在天下人面前刺下当小太傅？废话真多。崔征已死，立刻放下兵器，本宫可饶你们不死。将军，城门已开。进城。沈将军止步。老臣是御史台左都御史，今年70有3。将军若带兵入城，必定生灵涂炭。京城百万百姓和沈家的冤屈没有关系。崔太傅已死，沈家的仇也算报了。将军此时退兵，老臣愿以性命担保，向圣上请旨，为沈家彻底昭雪。请沈将军退兵。将军若坚持逼宫造反，那就先从老臣的身上踏过去。这不就是在道德绑架吗？沈家满门被灭的时候，你们跪在哪里？现在沈家女儿带兵回来讨公道，你们倒跪在这里拦路，这叫哪门子道理？将军，别听他们的，这些人当年没一个人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，现在倒有脸跪在这里，都给我滚开！不让的，一律视为崔征余党。当年沈家的确蒙冤，老臣也被崔征蒙蔽，但老臣今日跪在这里，是替京城的百万百姓求将军止步。大军入城，百姓何辜？
你被蒙蔽，我看你现在清醒的很。若将军不信，老臣愿自裁于此，为当年之事谢罪。都住口！既然你们要规矩，那我就给你们规矩。这木匣里装着的是崔征与北朔往来的全部密信原件，上面全部盖着他的私印，还有他亲笔写下要杀我父亲灭口的字据，每一封信都是铁证。我沈昭宁今日一人一骑入皇城，乘敌国贼铁证。若日落前我没有回来，大军便不用顾忌，直接踏平京师。沈昭宁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你答应过我的，你再也不会是一个人。现在你又要一个人去。信我，等我。这是崔征与北朔大王子古都侯往来的全部密信，铁证如山，请陛下过目。朕知道你爹是冤枉的。任敬中是没有通敌，朕从一开始就知道。可那又如何？他拥兵自重，满朝百姓只知沈将军不知大梁天子，这就是原罪，他必须死。你也一样。朕早就在这宫殿前布下绝杀之阵，任你武功盖世，也插翅难飞。沈昭宁，这天下终究还是朕的天下，你乖乖认罪吧。原来这天底下的至暗，全在这把龙椅上。不堪一击。你还有多少死士？一并叫出来吧，让我今日一次性杀个痛快。陆公子，沈将军已经进宫，陛下定会给沈家、给西北军一个交代的。大家大可放下兵器，不必大动干戈。老臣和诸位同僚也是为了大梁的江山社稷呀。御史大人，你有多久没见到你的夫人和孙女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老臣的家眷与今日之事无关。云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陆公子，你们为何要将家眷也牵扯进来？爷爷，云儿，他们有没有伤你？爷爷，你搞错了，我们被关在宫里，是这些姐姐把我们揪出来的。不可能！陛下怎会做出这种事？3日前，陛下下旨召诸位大人的家眷入宫赴宴。你们今日若是没有拦住我们，你们的父母妻儿就会出现在宫墙上，成为阻挡西北军进城的最后一道防线。我娘都70岁了，还要遭这种罪？我夫人还在里面，她身子不好，关了3天，不知道她撑不撑得住。国贼在此，诸位，你们还要护到几时？老臣跪了40年，今日也是跪够了，让路，给西北军让路！攻防！你不能杀朕！朕是大梁的天子，杀了朕，这大梁就亡了。错了，我是来拯救大梁的。不过我不会杀你，死亡对于你来说太便宜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要你生不如死的活着，活着看你曾经拥有的一切都消失殆尽。不入皇陵，史官的笔下也不会有你的姓名，直到你真正去死。不！擦擦吧，脸上全是血。
怎么，敢嫌弃我？在下怎敢嫌弃沈大将军？萧灵一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你谋划了这么多年，拉拢沈昭宁，扶持西北军逼宫夺位，可你手下的人却不知道，陆惊鸿是先太子遗孤，他才是大梁皇室的正统血脉。就算朕死了，这皇位也轮不到你做。辛苦谋划了半辈子，不过是替别人做了嫁衣。怎么，被我说中了心事，不敢反驳？长公主，陆公子，这陛下所言的确不假。陆公子，若您是先太子遗孤，这大梁的江山理应归您。否极司臣，国之大计，女子怎可登基为帝？请陆公子即天子位，以正大梁血统。惊鸿，你还记得我吗？皇祖父小时候还抱过你呢。当然记得，我从小早会，过目不忘，很多幼时的事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譬如昨日刚刚发生，所以我也记得您当年就是拿着这把剑，亲手杀了我父亲。不可能，那时你才3岁，怎么会？不仅如此，我还知道，若不是姑母及时赶到救下我也早就会是你的刀下亡魂了。你一直都没变，警惕每一个可能觊觎你皇位的人，哪怕这个人是你的亲生儿女。所以，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你这样的人。殿下是皇室嫡长女，在崔征乱政时力保忠良，在边境危亡时举荐良将，在昏君弃国时挺身而出。这大梁的江山，只有殿下坐得稳。否极司臣，大梁开国以来从未有过女帝，这是乱天下。请殿下登基。请殿下登基。朕今日即位，封你为镇北王，总领西北军务，赐佩剑上朝之权。臣领旨，谢陛下隆恩。怎么办？我现在无处可去了。沈将军可愿收留我？那你留下，岁月漫长，不如住一辈子吧。这天下终究迎来了海晏和亲的一天，而女子也能握住属于自己的刀与权。